高达世界光束武器都这么强了，为啥还要玩近战？俗话说3步之外枪最快，3步之内枪又准又快，更别提高达这种来不来隔着成百上千米对射的情况了。那为啥动画中绝大多数机体还要配备近战武器，而且呢近战场面又这么多呢？其实原因除了大家都会想到的动画表现力，也确实有一些实战需求。咱们可以对照一下现代战争中为啥士兵还要带匕首这个问题。首先，匕首可以用于投袭，做到杀敌无声，这一点在雷达失效的高达宇宙中也是同样适用。尤其在 UC 宇宙这种信号干扰极其严重的背景下， MS 作战方式那真是相当返璞归真的。由于雷达失效，因此在米氏粒子浓度较高的战区附近需要人眼来进行看守。为了保证观测不存在盲点，以及能够对来犯的敌人迅速做出反击，还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巡逻用 MS 充当哨兵。而在这一前提下，能够悄无声息地摸到哨兵身边并进行暗杀的需求也就有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开枪的话，很容易因弹道或者是穿过敌机后打到别的东西而暴露，所以调整为低出力的近战武器就有了用武之地。你们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其次，现代军人配备匕首可以满足野外生存的需要，比如切切野味搭搭帐篷这些肯定是与高达无关的。但是用匕首披荆斩棘开路，这个高达还真用得到。虽然针对这一场景的描写不多，但其实在未来的宇宙战中，如果遇到穿过殖民卫星废墟这类的情况，发生缠绕的可能性还真不少。这时呢，就需要近战武器来进行切割作业了。最后就是大家最常见的战场上的肉搏了，主要有2种情景，一个是在面对驾驶技术较强的敌人时，一旦对面搞个蛇形走位啥的，想用远程武器就干掉对面，那确实有点难度。这一点呢，我们在之前讨论如何躲避光束步枪的视频中说过，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看一下。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驾驶员一边保持射击干扰，一边接近对方，之后呢使用攻击范围以及频率相对更高的近战武器来进行有效的攻击了。有人可能说了，说好的3步以内又快又准呢？但事实是如果用实弹武器，就算近距离也很难将对方一击毙命。而在 MS 战中，身体受伤其实是不影响到敌方做动作的，你是给人家打伤了，人家回手用近战武器把你给砍了，那岂不是更完蛋？而如果你用光束枪，那就是赌你这一枪能命中要害了。毕竟大多数光束枪发射周期都不短，近距离内如果一枪没打中，那就基本没有开第2枪的机会了。另一个情景就是为了节约弹药，或者是弹药耗尽以后需要近战武器来扩大战果了。高达宇宙中，由于机体还是要考虑负重的问题，因此呢，大多数高达的主武器其实都是10来发到20来发左右的弹药量，实弹一般也是照着击坠10架左右来配备的，有些表现力夸张的机体除外而杂兵又往往不太会操控机体进行躲避，射击也是直来直往，全靠火控。对于 S 来说那是相当好接近的。此时近战武器自然是刷击坠数的不二选择了。而在面对火力没有那么强的战舰时，近战武器也是可以直接攻击要害部位，达到使其瘫痪的目的。那么在这些前提下，我们就会发现，能够在战场上熟练使用近战武器的，肯定是驾驶技术很强的人。其中的一些幸运儿，恰好就是我们看剧的主角儿。那我们会经常看到近战画面，也就不奇怪了。其实抛开他们不谈，高达宇宙主战场上确实都是以远程射击为主的，这一点与咱们的直觉并不冲突。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扎古的热能斧到底是啥？凭啥能跟光束军刀互格？由于热能斧在剧中基本是杂兵的代表武器，因此无论是设定及数量还是受关注度，都是远不如光束军刀。然而每当我们讨论光束军刀时呢，又会有很多人好奇，既然光束军刀是由于他们拥有立场，因此可以互格，那凭什么热能斧这种实体武器也能跟光束军刀互格呢？说起来，热能斧到底是啥材质？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讨论一下热能斧吧。热能斧其实是一系列热能近战武器的代表，衍生出来的武器还有像热能刀、热能剑、热能鞭等等。虽然它们都有着各自的特色，但技术底子还是一样的。拿热能斧来说，它的刀刃是由陶瓷系的高分子化合物组成的，在保证一定硬度的同时，还表现出极强的耐高温属性。作战时，通过扎古本体的反应炉功能，以电加热的方式使斧刃瞬间达到极高的温度，结合十分锋利的刃口，达到融化、切割敌方金属装甲的效果。在初期与联邦的作战中，热能斧能够以极其低廉的成本斩获相当可观的战果。不过这类武器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如果遇到大面积切割的情况，由于刀刃的耐久度并不高，很容易变成一次性武器，用完就废了。
其次，就算单次攻击面积较小，在使用后刀刃依然状态良好，但由于散热问题的存在，使其收纳后容易误伤本体，因此很多驾驶员依旧会把它当做一次性武器看待。这一问题呢，只有电热鞭能够幸免。由于其所用的材料与热能斧不同，因此可以通过覆盖导电树状聚合物来进行解决。最后就是1年战争中白色恶魔的出现，由于高达尼姆合金呈现出较高的耐热属性，使得热能斧的杀伤力显著下降，进而沦为光束军刀的低配替代品。可能有的人好奇了，吉翁在研发 MS 这一方面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状态，为啥光束枪、光束剑这些装备反而都是被联邦反超了呢？原因其实也不复杂，吉翁前期有米诺夫斯基博士的帮助，因此 MS 研发非常顺利。然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候，米诺夫斯基博士突然叛逃联邦了，导致许多实战用的武器没有来得及研发，只能赶鸭子上架，拿豆豆枪、热能斧这些传统技术制造的武器配备给 MS 了。不过就算如此由于 MS 的技术碾压，吉翁依旧能在联邦面前横着走，直到那个白色的玩意儿出现，才真正让吉翁意识到热能斧、豆豆枪这些东西在真正的 MS 战中显然是不够用的。于是，一面赶紧做出攻击范围更大的热能刀、热能剑、热能鞭拖住白色恶魔，一面加快光束武器小型化的研究。后来才有了勇士这个足以与白色恶魔匹敌的存在。以上是动画制作组给出的背景设定。然而从现实情况考虑，由于高达0079这部动画诞生年代较早，因此还是有着不少那个年代机甲动画前辈们的影子。最典型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一眼看出谁是坏人，比如说扎古的独眼造型，比如说吉翁剑内的鬼脸装饰。而在很多人印象中，像山贼这类穷凶极恶的人都喜欢用斧子来当武器，那么扎古的热能斧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代表邪恶兵器的不二选择。这里有人说了，好，不就是陶瓷嘛，热切割嘛，来不及研发嘛，看起来邪恶嘛，这些我们都懂了。但为啥实体的热能武器能跟光束军刀互格呢？你光束军刀互格是由于立场的互斥，总不能这热能武器也有立场吧？别说，你还真别说，确实是这样。官方设定集的解释是，由于刃口被高功率能量瞬间加热，刀刃表面等离子体化了，并产生了电热磁场（括弧其实这个也是源自现实物理学的，就像我们通常用电热水壶，它的电热丝也是能产生磁场的，只不过非常小而已。而该磁场与参与束缚爱力场的磁场原理相同，因此他们就互斥了。热能斧与光剑自然也就能互格了，懂了吧，各位观众？人家制作组做动画赚的钱，也是能请得起科学顾问帮忙原设定的，咱们是很难斗得过这帮老逼灯的，还是洗洗睡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断手断脚后是怎么这么快就修好的？大家经常会讨论，这台高达有多强多强，你看这个推进力，你看这个弹药配置，你看这个隐身黑科技。还有的会讨论，这个驾驶员有多牛多牛，你看这片锁技术，你看这个不做人的觉悟，你看这个前格的熟练度。但你有没有想过，当先进的 MS 在战场上被打了缺胳膊少腿时，为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修好呢？当机师把装备当投掷武器扔时，他们就不担心库存会不够吗？当敌方的机体被偷过来以后，为什么又能这么快就被逆工程，甚至还能开发出新的装备？那些整备员是如何在狭小的格纳库中整出这么多花活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整个话题可以拆解为2部分，首先要说的就是材料问题。众所周知高达宇宙中之所以会有人形机甲的存在，一个是由于米氏粒子使绝大多数的雷达失效，另一个呢就是超高硬度材料的出现。像我们熟知的高达就是使用月神钛合金制造的，后来被大家称之为高达尼姆合金，它是由钛、铝、稀土类等构成的合金。看材料没有什么特别的，难点是制造工艺。由于该类合金需要在低重力下合成，因此当时只有在月球能够满足它的生产条件，这也是月神钛合金名字的由来。而早在高达诞生之前，月神钛合金就已被用于宇航设备上了，毕竟这玩意儿在 UC0064 年就被冶炼出来了。那么为什么最早用月神钛合金造 MS 的是联邦，而不是更早研发 MS 的吉翁呢？说白了就一个字，穷。那会儿吉翁为了打全面战争，最先要做的就是铺开生产线，把战争机器的数量提上来。虽然最初也考虑过用月神钛合金作为开发 MS 的材料，但是由于生产限制较多，产量也很难搞上去，因此就退而求其次，使用了超高张力钢。毕竟终究是殖民卫星上建立的政府，跟财大气粗的地球联邦自然是没法比。但话又说回来，月神钛合金只是产量跟不上而已，并不是什么独家秘方，要造大家都知道该怎么造，这一点需要屏幕前的各位有所了解。而联邦那边在吃了 MS 的亏以后，由雷比尔将军亲自挂帅主导研究的 RX78 则享受了当时研发 MS 的最高待遇。不但月神钛合金要管饱，
甚至质检不合格被淘汰下来的零件还能造出20台陆战高达，你就说这零件得储备了多少吧。恰好 RS-78搭乘的舰艇又是原配母舰白色基地，上面的配件自然也是相当充足，坏了就整条胳膊整条腿直接换，先让阿姆罗出去浪，整备班这边再根据资料慢慢修。其他高达宇宙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可是问题来了，自家造的东西确实会有备用件，这个好理解啊。那偷来的高达还能快速整修，又是什么原因呢？那咱们就要聊聊第二部分，技术破解问题。还是先说说设定比较多的 UC 宇宙，让我们掌声有请 UC 宇宙最大军火商阿纳海姆电子公司。这个公司是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该公司总部坐落于北美的加利福尼亚州，是一家标榜中立的军火商，同时向联邦和吉翁兜售战争资源。经过1年战争期间的蛰伏，在吉翁战败以后，吃下了大名鼎鼎的吉翁尼克斯公司，也就是生产扎古和勇士那家以及分裂后的吉迈特公司，也就是生产大魔强人的那家，并与联邦深度合作，参与到后续的 RS-78系列研发，也就是传说中的 GP 系列黑历史。在拥有当时顶尖研发实力的同时，他还暗中资助吉翁残党以及后来出现的反提坦斯势力奥古，不断执行多线研发加两头吃的战略方针，使其壮大成足以影响联邦决策的组织。嘿嘿，老家在北美洲，高技术力，两头吃大发战争财，这咋看起来就那么眼熟呢？而说到这里 ，UC 纪元前半部分的修理工程也就简单明了了。GP 系列就是阿纳海姆开发的，同时呢，他们还暗中卖军火给吉翁残党，所以被偷走的 GP-02 自然也就有了补给保障。GP-04 阿纳海姆更是不装了，直接改外观就卖给西马了。格林普斯战争期间，虽然马克兔是提坦斯那边主导开发的，但奥古在偷马克兔时还买1赠1的获得了卡缪，卡缪手里呢又有他爸开发马克兔时留下的资料，所以破解进度也是很快。后边还出现了后继机超级高达，独角兽就更别提了。联邦和新吉翁残党的战斗本质就是阿纳海姆左手倒右手，两边估计都存了不少独角兽的备用件，只不过最核心的技术从不外露。这就要说说阿纳海姆的底线了，精神感应框架这种核心技术，它是绝对不会随意外露的。就是你缺胳膊少腿了，只要你出钱，我就能送货上门。可是牵扯到核心技术，那你就只能凑合用了，要么就返厂我给你修。关于阿纳海姆电子公司，其实单独做一期视频就能讲很久了，这个咱们可以以后有机会再细讲。这里还要再提一嘴，整备班手头材料不够的时候会怎么样？比较典型的有像吉姆头的路高，虽然情报收集能力有所下降，还有点丑萌的，但凑合用也还是可以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查迪利了，他可以说是把整备班的无奈体现的淋漓尽致。当查迪利大破后，舰长觉得这玩意儿吧，核心部分貌似没毛病，现在机体紧张，这不用可惜了。于是不但要求把它修复到能出战的水平，还要针对独角兽系列机体做出有目的的特化。接到任务的整备班真是一个头两个大，给他又是换上墨镜，又是外接各种武器挂件，又是把浮游炮改成浮游导弹的，实在修不好的2个大翅膀也换成了祖鲁用的推进器，突出一个东拼西凑。但你还别说，就这临时缝不出来的机子，还真能给对面的暴桑女妖上一课，也是可以了。当然这2个例子不但可以体现出整备班的强大，也能看出高达宇宙很多的技术其实都是互通的。除了像精神感应框架这类非常高端的玩意儿以外，其他技术的研发资料都是相对通用的。优点呢是便于维修，缺点呢就是很容易被逆向工程。这里正好说一下非 UC 的例子，比如说 Seed 中被偷走的4小强调整者，不但能够快速改写你的 OS， 人家整备班还能迅速整明白你的 PS 装甲的运作原理，并迅速实现生产和改装。我估计是这些机体的电脑终端中就带有了不少机体的开发资料，结合高达宇宙特有的极速技术再生能力，别提伪炉这种连资料带实物都送货上门的了，它就是直接给你个磁盘，它都能瞬间把反中子干扰器给量产出来。想想产品研发到测试整个流程被压缩到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个开发水平真是活该他们能做出高达呀。哦对了，还有 AGE 那个 3D 打印更是逆天这个咱们就不展开讲了。好了，今天视频就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还别说，细节刻画方面 HCM Pro 毁灭还是相当良心的，而且它居然还会 Rocket the Punch。前不久 HG 毁灭现货了，将近40厘米的高度，丰满的造型，相当数量的特效件，一下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纷纷买来给自己的自由桶。而放眼17年前，万代也曾出过一个相对大比例的毁灭，那就是成品的 HCM Pro 毁灭。当年定价是6500日元，比 HG 毁灭的13000日元正好便宜了一半。大家也不用想着，哎呀，这换算成人民币当年也挺贵啊。人民币的价值这10几年虽然变化不小，但日元可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哦。作为成品，真的算得上是相当物美价廉了。只不过现在的海鲜市场买个
个二手的也要900，HG 全新也就600-700，真是物以稀为贵啊！刚好啊，前一阵有一个小伙伴找我代工 HG 毁灭，还送了我一台 HCM Pro 毁灭，希望我能出一期视频做横评，真的太感动了，得想个办法把这个小伙伴量产一下。不过这台 HG 毁灭做了阴影喷涂，基本上啊跟素组还是差距挺大的，素组的话是真的素，大家可以跟 HCM Pro 毁灭对比一下细节，你会发现无论是机械细节刻画，还是结构设计，甚至是刻线数量，个头较大的 HG 毁灭都远远不如 HCM 的。用高情商的话来说呢，那就是 HG 毁灭真的是非常还原动画了。不过看整体身形的话，我觉得还是 HG 毁灭要更好一些，非常的魁梧壮硕，很符合动画里那种巨大 MS 的刻画。毕竟 HG 是1:144比例， HCM 是1:200的比例，体积差距啊还是挺大的。可动方面，HG 基本是比 HCM Pro 要优秀一圈，不过呢 HCM 的也够用了，也不会有人想着拿这玩意儿摆个整摄啥的吧。另外呢 HCM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所有的重要关节都是齿轮关节，不过声音不是很清脆，而且可选角度较少，算是有功有过吧。天线方面 HCM 是软胶的，不易折断，就这还配了一个备用天线，良心啊！当然了，这里还一定要说一下 HCM 毁灭的一个玩法。其实当我看到这个手腕造型的时候，脑海里就已经想起了的画面了，结果他还真的能这么玩，哈哈，对嘛，这才叫玩具嘛。变形的话 HG 我就不展示了，毕竟是喷涂成品，而且背部的这个一旦插进去了就很难拔出来了。我这里用 HCM 的来简单演示一下，反正这玩意儿变形还是相当简单的。值得一提的是 HCM 后背上的炮是可以在人形状态下直接对准正前方的，而 HG 呢则要稍微差一些角度。哦对了， HG 的手是拼装5指全可动手，而 HCM 呢是一对握拳手加一对开掌手。最后啊再来看看配件， HG 给了相当数量的光束特效件，最粗的4个是给背后的炮用的，比较长的是给龟壳上那各个小炮口用的，而最小的呢是给手指用的。这里我们都简单喷了一下荧光色。主体方面像是监视器啊、瞄准镜啊、光束盾生成器啥的也是喷了一下荧光色，在紫光灯的照射下会有非常不错的效果。而 HCM 的毁灭是有一个初回特点，脉冲的斩剑刀。这斩剑刀显然不是拿来捅毁灭的，那是干嘛用的？相信大家看图就懂了，不用我多说了啊。好了，以上就是2款模型的简单对比了。总结下就是 HG 个头大，身体壮，身形好，特效件多。HCM 则是细节丰富，有齿轮关节，有弹射玩法，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只不过呢 HCM 系列早就停产了，现在买等于是收古董了。OK， 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